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12月8日啊，咁我諗有一個講法應該冇乜人反對嘅。疫情之後咧，世界各地嘅經濟相當之艱難嘅。個原因係咩咧？就係疫情嘅時期咧，有好長時間停擺啦。停擺咧就係工廠開唔到工啊，咁啊通脹好嚴重咯，導致到咁，然後咧啲人咧亦都翻工困難啦，咁所以咧企業嘅盈利亦都下降啊，咁啊人民嘅收入亦都減少喎，佢哋只能夠先使未來錢。咁啊，所以咧變成咗疫情後咧，佢哋都要緊縮開支，還債啊，去應付翻咧當日咧係高出咗個開支嘅。咁呢個第一，人民係困難咗啦。第二咧，除咗人民困難之外咧，好緊要嘅就係咧政府都困難咗。呢個我講咗好多次嘅不可能三角啊嘛。咁疫情嘅時期啦，政府開支大幅增加咯。咁啊，政府開支大幅增加個原因咧，就係因為西方啲國家咧就要補貼啲中小企業啊，等佢哋唔好倒閉啊嘛，維持呢個嘅相對較低嘅失業率啊嘛。咁然後咧又要有免費嘅防疫政策啊，即係要推出咗大量嘅防疫政策。喺西方國家咧打疫苗係全部唔使錢嘅。咁啊，然後嗰啲口罩啊，甚至乎咧試劑咧都唔使錢噶嘛。咁咧你支付咗咁多嘅開支出嚟啦，咁你就要透過發債。咁啊，你然後就不可能三角咯。你當你嘅債務越嚟越高嘅時候咧，你就唔可以唔削減你嘅開支。所以英國啊嗰啲地方政府啊，咪緊縮開支嘅情況底下咪破產咯。然後咧，你又唔可以唔加稅啦。咁所以而家又加稅咯。呢個叫不可能三角。但係唯一咧就係中國啊嘛，中國係例外啊，韓國都不能例外啦。尹錫悅啊，民望咁低都係因為疫情後咧個經濟咧艱難啊，所以咧就覺得要面對高通脹。美國亦都係啦，拜登亦都係喎，經濟嘅艱難啦，面對住高通脹喎，呢個俄烏戰爭嘅爆發，咁所以石油能源亦都扯高咗，而家又打緊仗啊嘛，以色列又打仗，敘利亞又打仗，咁所以咧嗰個不斷攀升嘅通脹咧，同埋呢個嘅經濟嘅疲弱咧，亦都好難擺脫嘅。韓國嘅尹錫悅嘅亦都因為咁低民望啦，咁中國唔同喎。中國咧唯一一個咧係東升西降嘅國家喎，佢哋宣傳就係咧每年嘅經濟增長咧去到4%、5點幾嘅增長，人哋西方國家 G7 大部分0.點幾嘅增長嘅啫，咁所以咧佢能夠去到5%、4%咧係即係一枝獨秀可以講係，咁但係呢個講法官方嘅數據長期係被質疑㗎。而家中國咧有兩個經濟學家係質疑佢好勇猛呢兩個經濟學家，因為咧之前講咗啦嘛，唔可以唱淡中國噶嘛，唱淡中國係危害國家安全噶。咁有兩個經濟學家咧，一個就叫做高善文，一個咧就叫做傅鵬。咁根據咧新加坡聯合早報嘅報道咧，佢兩個唱衰中國結果咧就被封號咁呢兩個經濟學家。高善文咧我就熟悉啲，傅鵬我就相對冇咁熟悉嘅。咁高善文咧就係清華大學五道口嘅博士啦，咁攞過好多獎嘅喎。咁佢以往嘅一啲經濟分析我有參考過，都係相當準嘅。佢咧就係喺深圳一個投資會議上面講啦，喂，而家失業嚴重西方咧就冇乜失業嘅喎，疫情死咗好多人西方就冇乜失業嘅，中國而家失業好嚴重佢描述咧而家中國社會係點啊？係到處係生機勃勃嘅老年人，死氣沉沉嘅青年人，同埋生無可戀嘅中年人。哇！我認為呢一個總結咧，真係高水平，呢個非常之高水平，亦都難怪咧高善文咧以往係攞過咁多獎啦。佢以往攞過咩獎咧？佢曾經咧喺一個叫做遠見杯嘅宏觀經濟分析師嘅排名裏邊咧，連續4年係攞第一嘅。喺新財富雜誌嗰個經濟分析師嘅排行榜咧，連續5次咧係攞第一嘅。然後咧喺呢個嘅證券市場周刊嘅水晶球獎咧，有4次係攞全國第一嘅。呢個應該係最準確嘅經濟分析師嚟噶啦。咁佢而家現任係咩咧？現任咧係呢個嘅安順證券嘅首席經濟學家。咁佢分析呢個咧係到處生機勃勃嘅老年人，死氣沉沉嘅青年人，同埋生無可戀嘅中年人。咁咧佢發表完呢個演講之後咧，佢就係微博被封號我上去百度睇咧，有關嘅文章嘅連結咧都死咗 link 噶啦，官方連結。咁但係仲有好多盜版嘅連結咧，而家仲揾到嘅。咁但係佢點解要咁講咧？咁首先咧，我就可以解釋下佢所講嘅立場。佢認為咧，而家係到處咧都係好正喎，啲老年人好開心嘅生機勃勃嘅。因為咧中國嗰個退休金如果你有供5險一金，或者你係呢個嘅事業單位係幹部嘅，咁咧其實嗰個退休福利係唔錯嘅。咁所以咧係生機勃勃嘅老年人佢哋退咗休啦而且咧有樓啦，啲樓可能供斷咗，咁所以變成咗佢哋嘅生活係唔錯先。
咁呢個係第一，而且咧，而家個老年人咧係享受咗改革開放嘅紅利嘅，就係即係而家老年人係當60歲以上啦，60幾歲以上啦，咁佢大部分嘅人生時期就喺改革開放，即係趙紫陽、胡耀邦呢個嘅江澤民或者係胡錦濤年代，係經歷過佢哋呢啲年代，累積咗大量嘅財富。資產係增值咗，咁佢哋嘅生活咧當然係過得好啦，所以咧佢哋而家退咗休啦，攞住福利金啦，攞住退休金、養老金啦，喺廣場度跳下大媽舞，然後咧自己咧就即係過啲唔錯嘅生活，可以假日咧周圍去下旅遊唔係避開假日啦，應該避開假日，平時可以周圍去旅遊，吃好嘅、住好嘅、食好嘅，呢個就係生機勃勃嘅老年人啦。但係咧死氣沉沉嘅年輕人咧，係因為咧疫情之後咧，大量中國嘅職位係流失咗。咁咧因為疫情嘅時期，你中國咧又即係呢個嘅外交上面就好進取，結果咧就係導致西方國家嘅圍堵，加上中美貿易戰啦，中美貿易戰嘅問題咧就令到有一啲工廠就搬走咗生產線，去咗印度啊，去咗越南啊，去咗其他國家，去咗墨西哥、土耳其。咁所以咧年輕人咧嗰個就業係越嚟越困難嘅，呢個第一。第二啦就係 AI 嘅出現啦，好多嘅呢個嘅大數據、人工智能呢個文心一言嘅出現，喂做小編編輯而家都即係請少咗好多人啦，揾呢個嘅百度文心一言幫佢做小編做編輯，效率高好多喎，好多嘅職業咧就流失咗，年輕人會做嘅職業就流失咗啦。做設計嘅行業，而家人哋用好多 AI 嘅軟件，甚至乎咧做呢個網上做報新聞嘅。做呢個嘅籃球、足球嘅評述嘅，而家用 AI 都係解決咗噶咯。咁所以啦，而家中國咧年輕人咧越嚟越困難嘅。咁好啦，中產階級咧就生無可戀喎。點解啊？中產階級就最大件事啦，佢哋買咗樓佢哋可能喺過去10幾年就買咗樓。中產階級佢哋係中年人嚟嘅，佢哋買咗樓而且咧可能咧仲要養住小孩，更加咧就要供養父母。佢哋梗係生無可戀啦，因為佢哋嘅物業市值大跌4成5成以上。喺2021年開始，中國嘅樓市泡沫爆破而且咧佢哋咧唔單止還緊房貸，可能係買咗爛尾樓收唔到樓，仲要用餘下嘅人生咧去供翻個爛尾樓嘅餘款。咁所以佢哋當然係生無可戀啦。所以咧高善文佢描述中國係咁樣嘅情況係冇前途喎。點解冇前途啊？因為年輕人咧係死氣沉沉嘅，年輕人寧願躺平，寧願不婚不育不拍拖即係捱過佢哋嘅人生，因為佢哋睇唔到自己嘅前途，佢哋嘅職位，佢哋就大部分會俾人工智能、大數據已經取代，或者即將被取代。而且咧，即係佢哋再努力都冇用喎。點解啊？因為咧，佢哋係冇可能供養到上一代嘅人口因為年輕人咧就大部分都係單獨一孩啊嘛單獨一孩咧，即係2個年輕人，如果你結咗婚，就分分鐘要供養4個老人家。佢哋發覺自己冇呢個能力，佢哋見到自己嘅父母已經係咁樣嘅情況底下，佢哋更加唔會願意結婚生仔啦。咁所以咧，佢哋係死氣沉沉嘅年輕人，寧願躺平打機，都唔去努力工作啦，唔相信社會上流同以前改革開放嗰個年代咧，啲人係相信社會上流咧。而家年輕人係唔相信啦，因為過去嗰幾年咧，習近平係嚴厲打擊啲民營企業啦，新興嘅行業啦，屢屢俾佢整改喎。所以咧，好努力累積嘅財富，一下可以化為烏有嘅時期，年輕人唔再相信啦。好啦，死氣沉沉嘅中年人，死氣沉沉嘅中年人佢哋一生人要還房貸要供養父母，要養育子女，要內卷，要996，佢哋梗係冇餘力去消費啦嘛。因為本身咧中年人咧應該係消費能力最大嘅一個族群，但係佢哋而家係壓力最大嘅，而且咧年輕人同埋中年人咧就要供5險1金要支付俾老年人嘅福利費、退休費，所以佢哋更加係死氣沉沉生無可戀。咁而老年人生機勃勃，但係老年人生機勃勃不能持續嘅，點解啊？因為當中年人唔消費啦，當年輕人去躺平嘅時期，未來過到5年10年，邊個再供養老金呢？5險1金邊個支付呢？咁佢哋支付唔到，啲老年人而家60幾歲開始攞福利嘅，佢哋去到70、80歲嘅時候咧，就發覺攞唔到福利咯。而中年人更加咧係生無可戀，就因為佢哋知道而家供5險1金咧，供到去佢哋退休嘅時期就會大幅延遲退休金年齡，可能去到68歲、70歲先攞，即係佢哋要不斷咁供。所以喺高善文嘅描述底下咧，呢個嘅國家咧係冇前途喎。呢個係因為結構嘅問題，
呢個係結構問題咧，係一孩政策，我之前講咗啦，因為一孩政策咧就導致到呢個嘅路易斯拐點啊。根據高士文嘅講法，佢認為路易斯拐點喺2013年就出現咗。我嘅計法咧就應該係2017-18年出現路易斯拐點嘅 The Lewis Turning Point。路易斯拐點就係咧人口紅利消失殆盡就因為中國咧嗰個人口政策嘅問題，所以去到2013年咧佢嘅計算，我係計2017-18，但係分別唔係好大嘅，就開始咧人口紅利消失咗出世嘅人越嚟越少啦，投入市場嘅人越嚟越少，而咧老年退休嘅人越嚟越多。喺嗰個情況底下咧，個社會咧就冇辦法有效地維持消費，冇辦法有效地維持創新嘅。所以呢個咧就係人口政策惹的禍啊嘛！你為咗要壓制住當時80年代覺得哇呢個嘅人口爆炸危機啦，你就出現咗即係一個契機，就壓制咗佢。咁但係同時間咧，你又埋下咗一個更大嘅坑，就係頭先所講啦，供款養老金嘅人咧開始就係越嚟越少，而攞養老金嘅人越嚟越多。其他國家西方國家都同樣問題，但係咧佢哋透過咧大量輸入移民咧去延遲咗呢個痛苦，大量輸入移民。咁加拿大啊、美國啊、英國啊就用咗呢個方法大量輸入移民。咁但係問題中國人口咁多14億，你起碼要輸入翻3-5億人啦，你先可以咧延後到呢個痛苦啊。但係問題中國喺邊度可以輸入3-5億？唔好話3-5億，3-5千萬都困難啦，係咪？咁所以中國咧就冇辦法咧去跳出咗呢個結構性嘅衰退。呢個就係高士文嘅分析。佢嘅分析咧就起碼咧面對住疫情，中國起碼要用9年嘅時間去平復，而且咧佢更大膽咧係指出咗，佢認為過去嗰幾年 GDP 增長嘅嚴重被高估，大概高估咗10%，因為佢所觀察咧，中國各行各業都萎縮嘅情況底下咧，冇可能係有4%、5%嘅增長㗎。你記住佢以往多次每年嘅分析預測係全國第一㗎，佢就認為咧係高估咗10%嘅，呢個就係佢嘅預測。咁但係有好多香港人唔係啊，我去大陸去嗰啲地方見到哇生機勃勃，啲人消費好開心，有小確幸。咁當然啦，中國好大嘅。呢啲問題咧，好嚴重地集中喺邊度咧？好嚴重地集中咗喺呢個嘅2、3線城市啦。咁所以你去1線城市、沿海城市，你覺得都可以接受嘅。咁但係2、3線城市，佢哋房地產崩盤咗咧，佢哋賣唔出去。上海、北上廣深，你房地產跌咧，佢跌極都有限，跌1-2成，佢都仲可以賣出去咧。然後就即係當咬緊牙關啦，捱過咗去。但係3、4線城鎮啊，喂，你真係喺黑龍江啊，喺瀋陽啊，喺呢個昆明周邊嗰啲小鎮啊，你買咗嗰啲樓咧跌咗4-5成嘅樓價，然後咧你真係賣唔到出去嘅，你冇人接到盤啊。而爛尾樓最多亦都係嗰啲地方啊，所以咧嗰啲地方係受打擊最嚴重。而中國嘅人口大部分都係集中喺農村同埋2、3線城市啊嘛，所以香港人去旅行就好少落去嗰啲地方啊嘛。你去廣東省2、3線城市相對都條件好啲。如果你去到呢個嘅西安啊、四川啊、嗰啲附近嘅周邊嘅成都附近周邊2、3線城市咧，你所見到嘅景象又完全不能同日而語。所以咧消費疲弱就係嗰啲地方啦。好啦，然後另外一個經濟學家啦，就係傅鵬啊。傅鵬咧，佢講咗啲咩說話咧？佢講嘅說話咧，大概都係異曲同工嘅。咁啊，傅鵬者是誰咧？傅鵬者而家就係東北證券咧嘅首席經濟學家，留洋嘅，英國嘅 Reading 雷丁大學嘅博士嚟嘅。咁啊，相對年輕一啲啦，呢個學者。咁啊，佢嘅分析咧，亦都係相對類似，但係同時間被封號。咁佢講咩咧？佢話中產階級嘅衰退係對經濟衝擊係最大嘅。佢都係直指中國嘅問題就係中產階級啦，就係有效需求不足同埋咧中產階級嘅消亡啊。點解中產階級會消亡？除咗頭先講嘅房地產泡沫之外，好重點就係過去嘅10幾20年，中產階級咧就係做生意就係致富嘅，就係做譬如話補習啊、保教行業啊，做一啲網上嘅行業啊，做遊戲行業啊。呢啲就中產階級咧好主要嘅一個工作，佢哋消亡咗。點解？因為過去嘅幾年咧暴力嘅監管啊嘛，即係你監管年輕人唔好俾佢打機係好嘅，我都覺得係好嘅作為父母，但係我覺得個責任應該係父母度，而唔喺政府度監管。咁但係問題中國嘅父母係冇能力監管仔女啊，因為好多都係單獨兒童。就係當佢係小太陽咁啊，而咧好多都係留守兒童，根本咧就係留喺啲鄉鎮度俾爺爺嫲嫲、公公婆婆照顧嘅，啲父母根本好少見到佢嘅。加上咧啲父母要996，係咪更加難啦？
咁所以中國嘅家長做唔到，咁政府要代管啦。政府代管啊時期又係用急進暴力嘅方法，咪令到好多中產階級原本做嘅行業啊，咪一下子燒毀咗咯。補習業由1000萬嘅從業員人口，喺習近平整頓之後變咗得翻500萬人。最大嘅補習嘅公司就係呢個新東方，要改成呢個網紅帶貨，就係中產階級嘅消亡啦。除咗有大環境嘅影響，仲有呢個嘅小氣候嘅影響，就係習近平嗰個暴力監管政策啊嘛。所以咧佢就話：喂，而家啲中產好慘喎，今年咧無啦啦多咗2000萬部網約車，因為中產本身有車噶啦，佢哋發覺自己嘅職業失去咗喎，冇咗做補習，冇咗做呢個嘅網絡。冇咗做佢哋原本嘅行業，或者咧加上咧好多行業因為人工智能嘅原因被淘汰咗，咁啊而家興網紅帶貨啦，唔興呢個嘅實體店咯，咁佢哋啲咪變成咗做網約車司機，突然間一年多咗2000萬個網約車司機，個原因就係因為中產階級咧下流啊，原本係中產嘅，而家反貧變成咗窮人喎，加上咧啲中產階級本身即使有一份工咧，禮拜6日都要做網約車，因為房債嘅問題頭先所講啦，呢個房債問題係會影響未來數十年喎。而家即係大概30歲至50歲嘅人咧，分分鐘咧要還多20年債、30年債去還佢個房貸，一層即係佢用600萬成交樓，而家得翻200萬，咁點搞咧？咁所以呢個係獵公好龍咯，咪就話你打擊樓價啦，習近平話要房住不炒啦，而家打擊咗啦。咪你即係凡係用政策就係你處理咗個問題，你只會產生咗更大問題。所以咧下禹治水就唔係用堤壩，而係用疏導啊嘛。而習近平共產黨咧就唔興用疏導，興暴力監管，一下子就打落去3條紅線劃死佢，然後搞到啲房企咧就係咁嚴重嘅問題啊。咁所以呢個就係個處理嘅做法。咁但係全世界經濟都不景嘅，但係分別就係咩咧？喺英國咧，每一日咧反對黨都唱衰。工黨做反對黨嘅時候就唱衰，而家保守黨做反對黨嘅時候唱衰。經濟學人雜誌每一期都唱衰 ，BBC 每一期都唱衰英國嘅經濟。甚至乎嗰啲移英港人嘅 channel 咧，有一啲就發覺原來唱衰英國咧，嗰個收視率咧仲高過說好中國故事喎。仲點解？因為唱衰英國咧，好多咧喺大陸小粉紅或者香港留港嗰啲人就好憎嗰啲移英港人唱衰香港啊嘛。佢哋睇佢唱衰英國就好開心喎。咁其實喺英國唱衰冇乜問題嘅，呢個就係西方文化普遍嗰個認識，就係因為人係有原罪嘅，人係邪惡嘅，人係有缺陷嘅，人係不完美嘅，咁所以政府係由人去組成噶嘛，咁政府梗係不完美，梗係邪惡，梗係有問題啦。咁所以喺整個西方文化咧，就普遍會放大啲負面嘅嘢，對啲好嘅嘢咧，佢一般覺得好係應該嘅，所以好嘅嘢唔會表揚喎。所以經濟學家咧，佢就只會講真說話，講好嘢咧就冇乜特別啦，係佢應份噶嘛。如果好嘅時候咪講好嘢。中國唔同啊，中國人咧假設咧人性係光輝偉大正確正義嘅，人性係本善嘅，所以咧就係共產黨係偉光正嘅，就唔可以唱衰，唱衰咗就好似咧高善文同傅鵬咁樣，會被封號啦，網傳係被約談啦，但係實際如何唔知啦。因為我哋係一分材料一分話啊嘛，好似中國個國防部部長之前咧新聞就話佢落咗台就因為貪腐，我都引述消息嘅時候我話呢個消息未證實，亦都不能證實，但係結果後來爆出原來係另外一個軍委嘅領導落咗台啦，就唔係國防部部長。咁呢個唔影響我嘅評論喎，咁但係西方咧就係普遍咧就係客觀，或者客觀得嚟咧仲會有一啲放負。但係中國就不能接受放負，認為放負咧會影響到佢哋嘅信心，影響到佢哋嘅消費能力咁但係咧，你唔講真說話，唔放負咧，至少呢啲係啲經濟學家相信嘅說話啦。咁有啲人咧就盲目衝過去，好似2-3年前我已經講話香港嘅樓市會崩盤。我講嘅時候咧，話嗰陣時啲新樓咧咪好好賣嘅，李嘉誠喺油塘嗰啲新樓咪排晒隊啊。我就話喂，嗰啲買完嗰啲樓啲人咧，過幾年一定會後悔。當時啲人鬧我喎。又話我唱衰走咗就唔好再講香港然後又點啊？而家3年後4年後發生咗咩事咧？咪撻訂潮咯！當日喺荃灣喺油塘觀塘買新樓嗰啲人，而家陸續撻訂咯。因為發覺咧佢撻咗個訂咧，仲比起接咗層樓咧嗰個損失會更少。咁呢個咪就係你要講真說話，讓啲人民去自己聽、自己選擇啊嘛。但係唔係㗎，中國就用暴力嘅方法，暴力監管，唔俾嗰啲人講真說話，封號、約談。甚至乎拘捕、國安、危害國家安全，鼓勵啲人說好中國故事，
講好中國聲音，咁呢個就係咪負責任嘅做法咧？咁所以高士文認為中國嘅 GDP 被高估咗 10% 啦，已經係咁佢大膽過我喎，呢個預測高估咗 10%。咁anyway，今日我分析去到呢度啦。咁呢啲說話高士文同傅鵬，其實我認為係老生常談嘅。過去我哋咁多年都不斷講嘅，只不過我哋喺海外咧講咧就會無後顧之憂。而家呢兩位喺國內講啦，我要向佢哋 salute 致敬啊！咁希望大家再 Patreon 啦。Patreon 咧，今個星期已經上咗獨家嘅課堂啦嘛，係講文化大革命嘅，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啦。咁咧，因為下個星期開始咧就放呢個嘅聖誕假，我女都放，我會跟我女個時間表嘅，我亦都會去咗台灣，咁所以咧要喺放完聖誕假之後咧先重新開學。咁多謝大家支持，知識有價，再 Patreon，再 YouTube Member，拜拜。